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多商户商城的后台使用教学。首先呢，大家在打开这个后台的时候，你登录到后台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第一次进来以后，它会弹出一个新手向导。那么大家可以看见，在这个新手向导当中，它已经告诉你的一些流程，比如说这个基本配置的部分应该在哪里，有一个概述啊，比如说他讲这个平台信息应该在哪里设置啊，商品信息的一些显示规则应该在哪里设置啊，包含这个设置一些商城的基本配置等等之类的，大家都可以通过这张图可以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平台的一些菜单栏目的使用。那么我们来看下一步你只要这个部分你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只是为了让你能够便捷的去了解到说这个平台大致的一些日常使用跟维护的一些操作那左边菜单栏这边也做了一个简化的相应的介绍商品的数据维护等等之类的包含这个 PC 首页的可视化操作包含我们的 Mobile 的这个手机版本的可视化操作等等，这是这一套系统最大的一个优势。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后台的首页，大家可以在这个后台的首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这样的一种可视面板来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日常数据，比如说今天的营业总额是多少，我们销售了多少商品，卖了多少钱，今天有多少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会员来跟我们进行了评论有多少次数，今天的总的这个店铺数量，我们已经开增了多少的这个店铺也可以快速知道说今天的 order， 也就是今天的订单量有多少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各位可以看右上角的这一排这边有一些未确认订单等等之类，这个都是带有 link 的一个按钮，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处理一些日常我们在做的一些数据操作跟维护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知道今天的一些情况。那当然你也可以很快速的通过这种表单方式去了解到整个订单的情况，销售的一些情况因为这套系统它跟传统我们所看到的网站的最大区别是，它是采用这种系统化跟插件模组化的这种开发，所以呢它的控制面板会比较多而且它的功能、它的时效、它的插件也会比较多所以你会看到左下角这边都做了一个快捷链接，可以让大家快速的去找到你所需要去登录的这种后台的地址比如说我们的怎么样去登录我们的首页网址是什么，包含整个平台系统的后台的地址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会记不住嘛那么包含商家、门店等等那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整套系统里面我们可能要把商家跟门店这两个概念要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商家？商家指的是在我们系统本身的这个里面所开设店铺的这个叫商家。那么商家又分为注册用户会员的商家，就是平台以外的会员进来申请开设店铺的这种类型，又分为品牌的店铺，比如说阿迪达斯在我们这里开了一家店铺作为品牌店铺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品牌在我们做这个店铺，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生产厂家他也可以到这里来开设店铺。那么有了这个店铺基础以后呢，他就可以去开设什么下设的这个门店管理就比如说这个耐克好了，耐克它本身在这个全球有很多的门店、营业厅、旗舰店、展示馆等等，它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系统来做门店的管理可以管理到每个门店的库存量、每个门店的实际销售量等等的管理都可以通过这套系统来操作。好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讲的这个管理后台的首页部分，也就是快速数据导览的部分那么当然如果你对于这套系统的一个概述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个业务这边左边的按钮有个业务流程哈，这个业务流程的部分呢，它会告诉你，这个系统本身有哪一些角色就好比说现在有平台的运营者平台运营者指的是这一套系统的总后台的一个管理那么运营者它有哪一些职务跟功能呢？第一，设置商城基本的一些信息设置可以由平台运营者来操作。第二个呢，可以设置短信email 支付方式或者是商城的一些基础数据的维护，也是由这个平台运营者来操作的。这我们等一下后面会通过其他课堂我们会再来讲那第三个包含这个我们的整个 Mo 的首页homepage 的这个专题页可以可视化的来装修，这个就是系统化的好处在传统的网店来讲，基本上你可能美工设计完图片，还要请技术人员去做代码的修改，才有办法去改变整个我们对外的这个商店的页面展示。那么可视化的一个操作呢，它比较简便这个后面我们也会专门成立课程来跟大家做解说然后包含这个商城的这个店铺会员管理以及促销活动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包含这个门店管理还有客服这个很重要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角色是什么？是店铺的管理员。我们刚才就讲了店铺跟门店是不一样的店铺它是独立的一个商家，是寄生在我们这个商城系统的里面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好，那他店铺管理员能做什么？第一个，他能够设置店铺的一些相关信息；第二个呢，能够发布店铺的一些商品以及商品库的管理；第三个呢，可以装修自己的店铺跟专题。当然在平台后台的这个系统要赋予它这个权限，它就可以根据我们所提供的模板提供的这个架构，它可以自己去拖拉式的可视化的装修跟整理它的页面还有展示的部分第四个，它可以处理订单跟一些退换货的一些工作流程好，第五个，它可以设置属于它自己的不是平台的属于它自己的一些促销活动等等。好了，再来看看的另外一个角色，这个很重要也就是我们的财务管理员。财务管理员他可以通过财务管理员的板块可以看到一些跟客户有关系的统计，跟 order 有关系的一些相关统计包含这个第三个，他可以去查看甚至去分析销售明细跟访问的购买率等等的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平台的财务管理员，他要去跟商家进行佣金的结算出入款项的结算等等。那最重要就是第五点那就是资金管理部分。好，再来看一下第四个角色，叫做网站管理员整个网站的管理员，他是负责来处理订单退换货发布以及维护商品跟商品库包含管理用户评论以及留言等等。你会发现网站管理员他没有涉及到一些很核心的业务，比如说财务之类的，这个叫核心业务或者是技术的系统维护、数据库等等，这都属于专业人士这就是网站管理员跟这个专业人士的角色区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消费者啦消费者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浏览平台，注册成会员可以 shopping， 可以下 order， 可以做 payment 支付等等那当然它可以协助我们平台来监督商品的一些商家的一些商品它可以做一些商品举报等等的一系列功能。那在这里呢，老师只是简单的描述一下关于角色的部分。好，我们来看看整个流程的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称之为会员的来源。那会员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流程图大家可以发现第一张流程图呢，左边这个这叫会员可以通过自行申请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的商城系统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访问我们的系统前台，可以是 PC 端就是我们的 website 部分，也可以是微信 APP 或者是其他的我们已经开发了这种插件功能的终端来进行使用。访问完毕以后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流程来进行申请注册那当然我们现在申请注册的
多种方式越来越多了哈。目前已经有了这个微信的一键登录啊，包含图片里面没有的 QQ 登录啊，也有这个微博啊，那后面还会再添加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插件哈，比如说 Facebook 或者大家比较常用的 Google 等等都会放到这里面来。那再来就是常用的手机注册，还有就是邮箱注册等等。这后面我们会专门开一个这个板块的说明，详细说明。最后它就能够注册成功了，好吧？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会员自己申请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平台的会员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可以通过我们平台的后台来添加会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协助会员来在后台进行登记以及开设他的一些账号那么平台管理员通过访问我们系统后台，那么就可以添加会员信息了那后台跟前台添加的唯一区别，第一个部分前台是会员自行申请以后，他只能单个去申请，他没有办法做所谓的批量申请。那么对于我们后台添加的部分呢，是可以通过表单的 Excel 表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批量添加会员的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跟别人的合作比如说跟一些工会啦，跟一些其他平台的合作啦那这个比较细这个后面我会再讲，我这边是讲到一个表单的批量导入的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批量完成一些会员添加的工作。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属于这个会员添加入我们平台的一个方式。好，再来看看商家入驻的部分商家入驻的方式也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一样，我们在平台的后台去开设，当然你也可以开放给商家自己申请来入驻，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台我们来添加店铺平台管理员登录到这个平台后台以后可以自行的在我们的平台后台系统里面去添加这个店铺这是可以的自己去添加一下店铺当然会帮店铺去填写一些店铺信息，因为比较多而且包含每个国家区域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要求，政策的一些名目要求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呢在后台可能你要填写甚至申报的材料也就会不一样了那么添加完店铺以后呢可以让这个店铺管理员登录到商家的后台，这个就是商家的部分已经完成的添加了我们可以把我们开设好的这个账号密码给到对方，那么对方可以通过他这个店铺的账号密码再进去进行比较详细的维护。这个下一个阶段也会专门开一个商家管理后台的一个课程好，那他就可以去选择模板添加商品了。这样的话这个店铺就在系统里面已经创建完成。好，那么第二个呢，再来看一下那当然商家也可以用申请的方式那么申请方式一样，平台会员他可以去访问商城然后来申请入驻，然后再由他自己来填报材料，那么由后台管理员来进行审查审核。那么审核结果当然两种嘛通过，那么系统就会分配商家账号跟权限给到这个会员那一样他就登录到商家后台那么当然另外一种就是审核没有通过，那这个材料就会打回去会让这个用户平台会员他就可以再重新的填写跟申请那这个部分就是商家申请的入驻的一个方法。好，第四个我们来看看整个购物的流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常规商品的购物流程。常规商品的购物流程是由消费者通过我们的各种不同的访问终端那么来直接下欧的购物那么订单呢会按照店铺来自行自动拆单那当然这里会分为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付款，如果没有，那么他就会走另外一边的流程，就等待客户来付款。那么当客户付完款以后呢这里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如果这个商品的 order 是属于我们平台自营的订单，那么就会直接将这个 order 分发到我们系统的直接后台，
另外一个，如果说这个商品不是系统本身自营店所贩卖的这个商品，那这个订单就会直接分发到这个商品的发布商家把订单给到发布商家。那当然通过店铺管理员的管理方式来完成这个订单的买卖。最后呢，无论你是商家或者是平台自营，那么你收到 order 也完成收款以后就开始进行这个发货的工作。发货流程两边都是一样的那么按照用户的需求来选择一个配送的方式这个配送方式我们后面设置的时候会提到那么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访问我们的终端来确认这个订单的管理来点击这个确认收货。那当然这里面也会去设置一些相应的自动化任务的这个设置比如说它可以设置为15天它没有自动确认收货的话，我们就视同为它已经自动收货那当然每个区域不一样那这里面还有很详细的，比如说它有7天鉴赏期、15天的这个无条件退货期等等的设置都是在系统后台可以设置的。这样的话整个就交易成功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常规商品的购物的流程常规商品的购物流程。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预售商品的购物流程预售商品的概念就是我商品还没有可以发货的时候，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些预售的工作有点类似于众筹那么消费者一样通过终端进到的这个预售频道以后选择商品，那么可以支付一定的规范定金那么当预售结束以后，尾款需要在72小时内支付，那么超时它就会自动关闭这个 order 那么预售完成以后呢，就等待收货了。那么再通过这个店铺管理员进行发货等等流程，就跟刚才是一样的流程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购物的一个流程两种购物不同方式的流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关于订单售后的部分，就 auto service 的部分一样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终端进到他自己的用户中心，那么来点击申请售后。这个点击申请售后的位置在哪里呢？后面我会直接我们操作的时候会来讲，我这边只是讲一个概述让大家知道这个流程。那么当这个客户消费者申请售后以后，如果有涉及到一些资金操作的，消费者可以在申请的时候备注资金的退还方式那么再通过以下几点来做判断比如说消费者可能会申请我要退货，那我们就走退货流程。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没有收到货，但是他要申请退款，那我们就走退款流程第3个可以申请这个换货的流程，也有一个维修的流程都有那个这个后面也会专门开设独立的课程来做详解那么再通过我们的平台跟商家的审核，如果审核不通过就会打回去重新申请，如果审核通过完成的话，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看我们来看一下审核完成以后，我们刚刚讲了4个流程对吧？那么第一个流程就是退货，消费者将这个商品寄回来寄回来以后呢，由这个管理员来收货确认收货，那么再来处理退款的部分。如果遇到客户商品有损坏的情况，需要平台协商处理方案这就是线下做这个客服的时候要处理的事情它有这个处理退款跟纠纷疑义的这个流程，后面也会来做详解。那么退款方式呢，会通过2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线下的转账方式来完成这一笔退货退款的退款那么第2种就是退回账户余额，直接将他的这个款项退到他的账户上，他可以申请提现，也可以继续购物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转账手续费等等的。那当然每个国家区域的这个操作模式不太一样那当然我们把2种也都列出来。第2个我们来看一下退款的这个部分那么退款的部分呢，由这个管理员来确认并且处理这个退款。如果一样有遇到这个商品损坏的情况可以由平台协商。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没收到货进行退款，那就没有这个退货的没有这个商品纠纷流程。
那么退换方式一样是通过2个哈，也是刚才讲的这2个，一个是线下转账，第二个是退回到他的这个账户的余额里面去。好，第3个这个换货的部分啊，一样，当这个消费者把商品寄回来以后，由管理员来确认收货啊。那么如果寄回来的这个商品是没有办法维修的啊，那当然就是要跟客户去协商这个解决方案了啊，再由商家寄回去，然后客户确认收货，那这样的换货就可以视同为完成。好，看一下维修，其实维修流程跟换货是一样的，由消费者寄回来商品，由管理员确认完毕以后，那么再处理维修的事务，维修完毕再由商家或管理员寄回去啊，那么客户收货就完成这个换货的工作了啊，这个就是整个订单售后流程的管理流程图，好吧？好，来看一下第6个，关于会员提现现金提现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消费者一样，他登录到他的会员中心用户中心里面去，有一个板块叫做资金管理他可以申请这个提现。那么碍于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所以基本上提现用户呢，避免有一些猫腻的操作，所以一般都会要求进行实名认证所以本系统也是有一个实名认证的一个规章跟规范假设他已经认证了，那么就会直接转入到这个可以输入提现的金额，并且备注提现方式那么申请提交完成，由管理员来审核他的提交申请，如果审核通过完成转正，那么就提现完成了，如果没有就会打回去，请他重新备注，或者是有一些纠纷需要调理的，调解完毕 OK， 那么才可以来进行再次申请。那么如果没有实名认证的呢一样通过这个账户安全部中心可以去申请这个认证审核完毕以后，那么就开始走刚才的提现流程，很简单吧好啦，我们来看看倒数第2个了，这个商家结算的几个流程大家看到好像挺复杂的有2大部分第一个，平台设置商家结算的部分其实管理员跟不同商家在签署电子协议，或者是直接跟商家有一定的这个约法三章的时候，有协议的时候，那么在他开设店铺的时候，其实这个店铺跟平台之间的关系也就已经定下来了已经定下来了，那由系统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呢也可以设置这个结算的模式，可以按照店铺的比例来设置店铺可提现的这个百分比那当然也可以按照分类的比例，平台分类下的佣金结算比例2种都可以那么结算周期呢，你可以设置跟商家在协商完毕以后，可以设置这个固定的期限，比如说1周啦、1个月啦、半年啦等等，这种我们所谓的账期吧那么结算的周期呢，也可以按天结算它也可以按天结算，那这样它出来的这个报表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报表生成这个部分是由财务来管理的来看第2个，这个商家佣金的结算跟提现申请平台管理员在整个店铺结算以及订单列表里面进行操作结算，由店铺的管理员来申请这个提现当然他要输入他的提现方式跟他的金额好，那么提现方式有2种一样，一种是会员的余额一种是线下的打款都可以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公司进行接口对接，然后可以做到这个对外的第三方委托付款也可以这个接口里面都是有涵盖的。好，来看看最后一个关于这个分销的设置那在很多区域我们不叫分销，在我们很多区域我们都改了一个名词叫代言你叫分销你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MLM 的这个操作机制那么整个平台管理员可以访问平台后台以后呢，去设置分销的板块，设置一些等级的分销比例的设置，这个后面我会专门再开一个小课程来讲
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也是比较细的地方。好，那么消费者可以通过用户中心访问我的微店。好，那么平台设置申请为分销商，他可以开一个微店这个跟刚才开的那个店铺是不一样的哦。各位务必要记住，这是个人他开了一个小的微店那当然平台可以设置购买成为这个分销商，他也可以花钱买这个微店买这个资格跟权限。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由平台你们自己经营者自己去制定那么提交开店申请以后，由我们平台的相应管理员来访问平台后台直接去审核他的商铺的一些信息，审核失败就重新走流程，审核通过那就通过了那么消费者在通过了微店审核以后，他可以去代言商品他可以去代言商品，只要平台或店铺设置这个商品为可代言的可以希望别人来帮他带货代言的，他可以设置一定的这个商品的佣金给到消费者，消费者可以把它设置为自己的微店产品，那么就可以通过自己微店产品的销售方式，只要有购买，他就可以有分佣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每个会员他都有自己的名片，也就是我们讲的 QR code 的名片二维码他的这个店铺也有他自己的 QR code 的二维码名片也有那这个后面我们会再做一个详细的讲述。好，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把整个e-commerce 的这个后台的概述部分跟大家介绍完毕。好，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开始按照后台的不同板块来跟大家做相应的这个教学。谢谢大家，期待下一次再见，拜拜。